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当我的朋友阿珍第 N 次问我为什么还谈不了恋爱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回答过他很多次。我曾经开着玩笑说，因为他说话太凶，嗓门太大，男生害怕他。也曾经认真地帮他分析缘由，说他接触的男生少，要多社交，宽慰他缘分没到，要耐心等待。但当我把所有能说的该说的都说了之后，他却还是没有脱单。我能理解他想要谈一场恋爱的心情，也能体会他看到别人接二连三脱单，自己还单身的焦虑。毕竟他现在的感受，我全部都经历过。今年3月份之前，我也是单身，而阿珍是我单身阶段最形影不离的朋友。当身边一起玩的朋友接连脱单之后，我和阿珍自动抱团，组成2人组合。我们会在发了工资的周五晚上去吃火锅、按摩。阿珍会躺在我隔壁的按摩床上跟我说，咱俩办张卡，2人 A 一下，我们俩一起来。我们一起学了游泳，一起考了驾照，一起找了教练滑雪，也相约去旅行。他会在我相亲失败的时候陪我喝酒，我会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拉他一起出来散心。在所有可能会产生孤独、失落等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们几乎都陪伴在彼此身边。而剩下的生活时刻，阿珍还有别的朋友陪伴。不是没有对于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期盼，以及自己年龄不小的紧张，但看了看身边还有同样情况的我，也就觉得其实没什么。当你一直有朋友的陪伴，相处和谐，乐趣繁多，你就会感觉不到单身是孤独的。那些需要人陪的时候，因为有了好朋友，也许就不再需要男朋友。转机发生在今年，我脱单之后，他如梦初醒，恍然发现身边接触最频繁的朋友们都脱单了，结婚了，生孩子了。就好像是考场上最后交卷的2个学生，也像是泳池里还没有上岸的队友。一旦有另外一个人交卷上岸，即便时间还没到，你还是会开始着急。阿珍说她要谈恋爱，我说你不能只是光喊口号，要有行动。于是她真的开始行动，不再天天和朋友混在一起，开始参加社交，主动跟异性接触。我听她提过一些男生，但最后都不了了之。当她把脱单当成一项有明确时间线的任务之后，势必会因为进度缓慢而焦虑，也会因为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而感到挫败。他当着我的面否定过自己，问我他身上是不是没有男生喜欢的点，是不是要穿一些温柔的衣服，改变说话的风格。我很想安慰他说好事多磨，也很想告诉他错过的都是不合适的，但总觉得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道理每个人都懂，但事情放在自己身上，我们还是会难过。我想起几个身边人的例子，或许可以解释爱情的玄妙。我妈的一个表妹今年42岁，从20出头到现在的20年，她遇到多少个人已经数不清了。关于为什么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，也有很多原因。于是她成了别人眼里的老姑娘，但她6月份刚刚结婚，嫁给了她很满意的人。我表姐23岁结婚，28岁离婚，如今34岁。
又谈起了甜甜的恋爱，说他遇到了很好的人。我大学的专业老师是一位年近60的中年妇女，她时常穿着旗袍在讲台上演讲。我们私下没少感慨，她非常有知识女性的韵味。后来得知，她终身未婚。几十年前上山下乡的时候遇到了喜欢的人，后来分开了，再后来就没有遇到过心动的，于是抑制自己到现在。把生命的刻度拉长，把聚焦于眼前的经历放大，你会发现爱情如此莫测。有的人10几岁就邂逅了一生挚爱，有的人年近半百才体会心动。感情本身就是一件没有统一标准的事情，但社会却总是拿一些普世的价值观来要求我们。大学要谈恋爱，30岁要结婚，好像不随大溜自己就掉队了。于是有很多人拿着外界的标准苛责自己，忙乱中做了并不听从内心的选择。但到最后你会发现，结婚早不会怎样，晚结婚也不会怎样，不结婚更不会。你从来不应该活在某支队伍当中，你只应该走在自己的步伐里。在你的步伐下，你可能5岁就读了小学，可能13岁就长到了1.6米，可能15岁还没有来月经，可能20岁才有初恋。人生不会因为不恋爱不结婚他们就坍塌掉，但你会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而后悔终生。但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不希望你在慌乱中做了并不喜欢的选择，不希望你为了恋爱而恋爱，不希望你在时间的驱逐下缴械投降。你想出来玩的时候，我还是会陪你，你深夜打来的电话我一定会接。我希望你能谈一场美好的恋爱，但如果一时没有，也希望你别和自己较劲。你没有错，时机也没错，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安排。我相信上天给你的安排会很好，但你要有耐心。